女对话像解谜，互相猜测，心好累。你还好吗 ，baby OK 吗？我说还好，就是有点发烧，没事啦，我一个人没关系，没事啦，应该喝个热汤就好了。我都提示这么明显了，蛮明显的啊。你们会 catch 到那个暗示吗？就说那你一个人先。你看，女生的说话艺术，男生真的超级怕。那时候我们要过3个月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过纪念日的女生。超烦的3个月也要过，又不是试用期。那男朋友就说没关系啊，你有心意到就好了啦。男生最怕这个，哇，好恐怖！不知道他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。你要多贵你就贴给我嘛，我给不起啊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这女人的话中有话，到底该怎么来解码？是女生真的说的不太清楚，还是男生真的太白目？今天我们邀请到演艺圈里面的情史经验很丰富的几个男女代表，哦，情史经验来这边说明白，讲清楚。欢迎他们出场。介绍第一位，艾雅。欢迎张立东。你给我讲清楚，你给我讲清楚。白目。欢迎小妖。欢迎4位来宾，欢迎。啊，我们今天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？男生坐那边，对，女生坐这边。哎，对观众来说，女生 always right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好好的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，然后主根来了，来喽！是女生爱挖洞，还是男人太白目？肯定是白目啊。女生的这些暗示很难懂吗？第一条，我一个人也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啦我们现。在提的就是4句女人说的话，对不对？是深受其害。没有，我觉得这是场面话啦。你们现我跟你在懂，以讲，这个前都不懂。有时候是陷阱中又一个陷阱。而且他们会推陈出新啦，每一天都不一样，然后没关系，最后真的没关系，你跟他就没关系了。我知道说，可怜，难怪你现在没关系。就真的一个人。这是延伸题啊，这个东西太难了，申论题啊，申论好，题。我们一个一个来，好不好？是全台湾男生听到这句话，不要再做梦了。我们真的不是没关系，真的很有关系。我觉得每次我都提示的很严重了，但是他们还是会就这样子哦。因为那时候是我有一个男朋友，然后呢，因为我这个人呢，我可以包容很多事情，可是当我只要一生病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会那个敏感度调到最高。然后那一次是我已经在家里，然后呢，我已经有点发烧，大概37度这样子。这已经在发抖了，然后呢，那时候那个男朋友刚下班，我还听得到他在外面的声音，但我觉得他感觉应该是会来看我的那种，我就说，他就说，你还好吗 ，baby OK 吗？我说还好，就是有点发烧，没事啦，我一个人没关系，我就讲了这句话，我还说没事啦，应该喝个热汤就好了，我都提示这么明显了，蛮明显的啊。很明显，明示暗示都来了吧请问听？到这边，你们会 catch 到那个暗示吗？就说那你一个人先。你看，处女座。我会怎么说？哦，你有热汤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怎么会那么我没有问，所以照理说应该说，那你有热汤喝吗？应该就这么简单。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说可是对不起，我要说以前我不懂。为什么会不懂？我喝个热汤就好了，我以为他已经在喝热汤了，对啊，懂我意思吗？而且感觉很合理吧？而且感觉不严重啦。对啊他说喝热汤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怕他觉得不严重，我在那个电话里面还有咳。你刚刚这样听起来真的像演的。假咳，你是假咳类啊？假咳。矫情，矫情，你真的太天仙了你。那我都这么矫情，也演成这样了，我都咳嗽加有点流眼泪的哭腔喽。然后他就挂掉了电话喽，很合理啊，我想去做那他去边哦。买热汤，对，他去买热汤了。我这时候这边的小剧场就觉得啊，他一定是去帮我买热汤再买汤了，了再加个什么福猫乐饮之类的啊，就是觉得他应该在路上喽。算一算也应该要到我家的时候，手机也没有响，然后响的是我的那个耳温枪又更严重了。
我那时候已经烧到38度了。结果这时候，因为我们有一起玩一个电动，我这时候打开一个电动，他在线上，他给我在打电动，然后他看到你上线就发现，哦，你真的会玩热汤，好好哦，他没事了，好了呢。他看到小优上来，看来真的好看来多。看热汤真的有效。对啊，难道他没有发现我在查他的情吗？我看到哦，他居然给我在上线打电动，他真的没有要来的意思。我跟你讲，因为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就这样发着抖，38度去自己挂急诊哎，好可怜。然后后来当天发现是流感，然后我还还好他没来，不然会被传染。什么？太务实了吧？漂亮，哎呀，你这个部分真好。你椅子搬过来坐，对啊，我觉得走越像男的。我再去那个医院的那1秒呢，我还是有松懈一下，我还是打给他了，想说他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补最后一步呢？他睡着了，他直接睡死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去挂急诊了。好安静哦我跟你讲，我隔天真的是完全不读不回讯息，就是大概有2天不理他。我不回，如果我是你，我隔天开始不理，决定不理他了，我会留最后一个留言，什么？因为没喝到热汤，我现在挂急诊了。哇，就一次，这叫机会教育，一次就好。你不要什么都不讲，讲这句话可是这个讲很有效果，他就懂了吧而且很有力道。可是前面那个弯拐的太多了。他的个性很爱女生都看不过去，别说男生。对啊，他很爱拐弯。我都说我想喝热汤嘞，你想喝，对，你家楼下可能就有汤可以喝。你没有说我你想喝热汤，你没有说我想喝个热汤应该就好了。对，喝个凉应该就好了。你没有说你想，这样不够明显。我们上诉驳回。这一题完全就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余地。你们是不是针对人啊？没有。我也受过这个深受其害。后来就变没关系了嘛。真的没关系。反正就是我跟这一任交往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就是100%，就是大概都读得懂意思，哎呦哦，都不太犯错。你那么然后呢聪明如果要朋友邀约怎么样，我尽量都会问说，哎，那你要不要一起参加？之类的，我都做得很好。然后呢，也尽量把那些比如说所谓的无谓的应酬啊，或者是跟朋友聚会，我都推掉，就没有大部分都粉味的应酬陪他，没有以粉味的应酬他为主，没有粉味，除非他放没有粉味的弃，绝对不去。不是。除非要放弃或批准，就是要那种批准啊，你可以去，要上我才去。公文。对哎呦，然后呢，看到没有做执行的都很好哦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一阵子没出去，但是我有一个美国回来，就是很久没有见的兄弟，他就那时候要结婚，然后结婚之前男生就会办一个单身趴。否他的嘛，对不对？哇！听到单身趴就已经不能去了，对单身趴就是很爱乱来啊。就是这样。单身趴真的很可怕。我一接到这个消息，我就心里已经想说，那他一定会这样想。一定那个最后大丈夫。所以我就像做准备 PowerPoint 一样，跟他禀报我们当天的行程。我们就是大家朋友男生一群人，然后就去这个唱歌。就是去 KTV 唱歌而已，然后呢会请那个，比如说那时候有那个像演唱团体，就是女生的，然后还有香槟的这样，有香槟 girl 这样，香槟 girl 啦，就是他会唱几首歌，然后寿星在中间这样，然后帮他就是单身趴庆祝，对，整个我还影片给他看，就是这样 ，OK 的，没问题。然后我还问他说，那这样子我可以去吗？然后他就看完这样子，整个审视过后就说，好啊。你去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一个人在家也 OK， 这样子。我一个人没关系。对，我一个人没关系。然后我就去了。你也说了没关系，我就去了。我就去了，对啊 ，OK 啊，因为这行程就很安全。都拿到通行证了。对，然后好了，那当天就开始了，然后大家就很开心，然后那个演唱团体啊，香槟 girl 就开始在那边表演，单身趴的主角就在中间，然后就很开心，然后大家男生开心完之后呢，就想说，哎，那主角完了，哎。该有一点 bonus 是你们这些人吗？对，因为想说 CP 值要划算，因为我们也有出到钱嘛，对不对？人都来了，对不单身趴就是这么危险呢，就是所有男生都会想要去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不是，又没怎么样，又没怎么样啊。他现在语带保留，一定是男生坐在中间，然后香槟 girl 再来，就是会这种嘛，一定是这样。这个也还好啊，这样跳又怎么了？这个又没什么啊。我跟你讲，贴在手。我们现在船长他们那时候是比基尼的那种吧，小裤裤哎，小裤裤这样，你到底去什么场所？小优，为什么你那么专业啊？我有在接这个工作，大小场子的，你有在贴补家用对不对？就是可以约得到我，真的啦，他们会穿很少，就是小内衣跟小裤，他们要让他塞小费，哦，对，有的还可以埋在就不是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那
都钱都花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一起出钱帮希望他办做什么服务呢？没有，只是主角。我说今天除了这个主角准新郎之外呢，我们还有本月寿星，然后我就被推进去了。你自己推自己进去了吧？没有啦，旁边人就这样讲，然后我就被推进去了。然后呢，我朋友就是我也不知道他那时候哪个 idea， 他就录了限动，拍嘛。然后我女朋友就看到那个限动，哇，然后呢，该啦，反正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，反正就是我那天大家很开心回去之后，然后我就我推开门，我想说那时候已经大概3点了，然后就是打开门，一盏灯照在他就坐在沙发上这样，这么戏剧化好，像要审问你，警察局好像我坐着，我想说，哎呀，怎么还没睡？然后他也没有问我有没有要回来，回来了，对，他说你回来了，然后我就说对啊，他说坐下开心吗？我说哦对，我说很开心啊，因为那个准新郎很开心。那这是什么？他就拿证据拿来了给我看，然后我就傻掉了。你要办婚礼吗？我说不是啊。然后他说那你怎么在中间？然后我就慌了，我说因为这样 CP 值我就讲不出来。谁管 CP 值啦？这个时候能说 CP 值吗？我跟你讲，一定是那个影片，立东山的影片一定有一副享受的样子。对，因为我的脸是裂开来，尹乔伊，因为太久没有被放行了，对啊，所以就放风了。其实可以理解，钱花都花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对，然后我就说，而且你说你一个人没关系啊，然后他后来就说，其实我根本就不希望你去。然后我说哈，那你干嘛讲说一个人也没关系？我说你这句话问的时候，你不能只问一次，你一定要再问一次，想一下再确定哦，你一个人真的没关系吗？我真的可以留下来陪你。好，那你就留下来陪我。对，他就说我在等你问第2次，你就是没有耐心嘛，你就想出去玩。要 double check 啦。可是对啦，张立东，你根本就知道要问第2次，但是你知道问了你不能去，就出不去。没有啦，你拿到价单就开心了。对，你就知道。我都做一个简报跟他禀报了，我还要再问他第2次。写这么多简报，他没有说你这个简报做得很感动，他说的是你知道再问第2次就出不去了，你明明就知道，所以就不问。立东很聪明的啦，聪明啊！其实我们男生都知道啦，对，问一次可以就赶快溜了，还问你第2次，行政我还交给你们真的很贼耶！好不容易拿到就赶快就走了，对啊，头也不还回啊。等嘞，对啊。你说过这个话对吧？哦，我说过，但是其实我必须说，我跟小优比较不一样，因为他是双鱼座，很有那个小剧场嘛。我是牡羊座，我大部分是会直说的。可是呢，我曾经跟我老公说过这句话的原因是，那时候我刚好人很低潮，就是我妈妈过世的时候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是我老公就是看到我妈妈离开的新闻，所以他就传了讯息给我。那时候你们还没有重新再交往，还没有，他就是传讯息关心我。然后我们已经很多年，10年没有联络了。然后我看到讯息之后，我就想，哦，他其实还蛮聪明。我老公算是解语花系列的男人，他平常不太会出这种包，所以只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出过。然后呢，他就很聪明嘛，他如果刻意说他要来接我，我一定会拒绝他。他就说我刚好去淡水，顺便带你去台北，我就觉得哦，这样比较没有压力，然后我心情也不好，我就上车之后就蛮荡的嘛，但是也很久不见，就偷偷看看他，他也看看我。但闲聊的过程，我就开始很武装，他问我一些。哎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心情什么？我都还 OK。那就是其实因为我一多讲，我可能就会哭嘛，我就一直很武装，还在情绪里，对，在情绪里。然后他就跟我聊着聊着，他就说，那你妈妈的事都处理好了吗？我说都处理好啦。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我前几年去北京住的一些事情，就顾左右而言他，不去聊那个重点。然后聊一聊，他就说，哦，那你在北京有交男朋友吗？这样。哇，好快就切入主题了。对啊，他就是很会立刻见缝插针。我就这样，哦，有。那我现在不想谈恋爱，我一个人很好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是继续聊别的，聊完之后，我下车前他还跟我这样子，他打动我，这样拍拍我的腿，说没事啦，没事，在我面前你不用演。然后我就下车了。我觉得这段关系感觉好像要萌芽了，就是要旧情人重逢嘛。结果我老公就消失3天了。3
3天没有跟我联络哎。因为你说你一个人也3天很好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这3天我以为我一下车他就会打电话给我关心我，然后我们就会继续联络嘛，然后有再来密集的攻势，密集一定会啊，然后接送总会吧？对呀，都接上线了。 3天后，他3天都没有联络，我觉得不对。第7天我就传讯浮上来了，对，浮上来的那一天，浮上来的那一天，我受不了了。讨厌。第7天，头七我受不了了，我传讯给他说，哎，你上次跟我讲那个很好吃的餐厅在哪里啊？好会哦！哇，开话题，讲一个随便的话题，他说啊你想吃吗？我带你去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又联络上了嘛，联络之后后来隔了大概2、3个月我们才交往这样。我就问他，你到底为什么3天消失，5天消失，7天消失，直到我传讯给你？他说，我觉得我们不会在一起啊，我关心你要干嘛？我说你这个人会不会太现实啊？什么叫觉得？因为你不需要。他说我觉得你很好啊，你说你不需要啊，对啊你说你一个而且人啊我问你妈妈的事情，你也不跟我讲，那你可能不需要出口，你需要自己一个人。他就真的以为你一个人很好。对，我说我一个人超级不好的。如果那第7天我没有，你没有回的话，对我如果传给你，我如果不传那个讯息，我们就断线了。我现在就没有老公就下面一位了，对不对？下面一位，真的就因为主要是像你说你不想谈恋爱对啊这句话，男生听了其实就是会听进心里面去。我眼眶含着泪，说我不想谈恋爱，你真你还说的会觉得那小剧场，抓到你了吧？欠刁。他那时候在排练一部戏啦。对啊，我真的试着真是3女秒含生泪。都有小剧场，是人都会演，只是女生特别特别爱演。好，女生还说的还有3句话哦，来哦，来第下一句， 2句。那你想吃什么啊？这算什么暗示啊？我觉得这句话比第1句差不多危险的程度。为什么这么这也危险。因为我看你想吃什么我这种必须讲，我们男孩子吃东西的习惯跟女生真的不一样。我们男生吃东西很简单，我们觉得一个东西好吃，我们就会吃它第2次、第3次，直到我们吃腻了为止。可是对女孩子来讲，那可能对女人也是这样嘛？对不是，就是3次就腻了嘛。闹小剧场了，对不起，对，攻击性好高哦。各位民众，我们这边在录影，先等一下，好小剧吗？场了。你攻击性太强了，对不起，针对，太针对。对。我的意思说，我们男生，假如说陈哥，我跟陈哥很常出去吃饭，我们好兄弟。可是我们觉得，这东西好吃，我们可能下礼拜又会说，这礼拜刚吃完，再继续说又想吃了，吃那个很爽啊。那像比如说，我们之前就有去吃一间那个手抓海鲜的餐厅，那是我那个时候的手抓海鲜就是那种它是那种海鲜桶，有表示到对，那种西西里的那种料理倒出来，然后有龙虾啊，然后有花枝什么的，对。整个桌子用个布这样吃，对，我吃过一次，对，吃那个很爽嘛，我们配啤酒，男生这样子吃，然后龙虾这样大口吃肉，咸辣辣的。但那个餐厅是我那时候女朋友介绍我们大家一起去吃的，所以我们就很喜欢那家，很好玩啊。我们每个礼拜都去吃一次。哎呦，那有一次呢，刚好有一个朋友生日，我们就说，他希望我们来决定说要吃什么，因为他对吃没有想法嘛。OK，他就交给我们决定，尤其是我那时候女朋友，她很会决定什么好吃这样。他说看你们要吃什么都可以这样子。我说还是我们去吃那个手抓海鲜怎么样？不错啊。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快每个礼拜这样子吃1、2次，可能已经1个月了。那我又感觉到他有点频繁，觉得蛮紧绷的，真的吃蛮多次的。那主要是因为那个寿星他也很喜欢吃这个，我就说那吃手抓海鲜怎么样？我就看他面有难色。那这种你应该已经 catch 到了。对啊，可是他就碍于说，他说看你想吃什么，他说看我跟孙想吃什么。你看他的表情也知道不合。我说手抓海鲜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是再问一次哦，我再问第2次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说我们会不会太常吃这家了？那已经说了。对啊，那么明显。我也很聪明哦，我就。女生的说话艺术，男生真的超级怕。那时候我们要过3个月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过纪念日的女生的。3个月也要过，又不是试用期。然后那天我就说没关系啊，你有心意到就好了啦。男生最怕这句话，好恐怖。不知道他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。你要多贵你就贴给我嘛，我给不起啊。我也很聪明哦，我就换了一间手抓海鲜。原来手抓海鲜有第2家，有第2家，我发现的，我跟你讲，那一家的分量更大。
，CP 值更高。更高。你们他买啤酒3支送1支，1664白啤酒最正点。开3送1，那一天大家太开心了，唯一就他结10点结1天，很合理啊。然后回到家就不跟我讲话，一直到2、3天，他跟我冷战2、3天。这么久，对，这2、3天问他要吃什么，手抓海鲜，回都不回啊，他连看你想吃什么都直接不想跟你讲话。然后如果他问我的话，我一定会说我要吃手抓海鲜。还要再吃，好可怕！每天都抓海鲜，每可是天都我会觉得吃。说，如果你们女孩子真的有想吃的，你们可以讲。而且明姐这件事情是你白目，你就明明看得出她那个脸那时候已经怪怪的，那你就是硬要吃手抓海鲜。不是因为我想说问第2次你觉得怎么样，他也许会说我不要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吃点什么。我想说他可能会丢一个答案给我，或丢一个。我们其实很需要这个答案。对，男生的思考有时候很直线。真的吗？你们思维真的，男生思维就是他可以跟我说，我就是不吃手抓海鲜，再吃1次我就翻脸给你看，那我们就绝对不可能。可是这样就不给你面子，这样就会吵架这样显得我们女生很不见得不善解人意。那你要当下发飙，还是在当天就是看我们在那边狂炫？可是他也算很识大体，他当下还是陪你去，对，他还是陪你去，给你做面子。这不是当下的问题。如果今天这么快乐的吃完之后，我换得3天的冷战，那我干嘛吃这个？因为他觉得 OK 啊，他觉得3天冷战没差。我觉得男生有时候就是白目，你们这是真的听不懂。因为像我有次也是这样，我有次就是我刚主持完尾牙，然后那时候有个刚在一起没多久的男朋友，那一定就是每天都很想要见到他那一种嘛。然后那天主持完尾牙，我就想说，那我问他在干嘛，他说他在跟朋友在居酒屋聚餐。哎，我看了一下地方，离我主持尾牙那边很近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我就说，哎，那我主持完尾牙了，我好饿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他应该会讲说，那你要不要？你早点回去吃泡面吧。为什么都放这种的？哎，我真的觉得是我的问题嘛，我都说，哎，对，是吗？因为我真的是正常表现啊，我就找你了嘞。对啊，这时候我就想说，因为那时候在一起。刚在一起，我不想要一直那种给人家很黏的感觉啊。可是你就很黏呐。好啦，我心里你这是来拆台的是吧？不是，因为他都不直讲，我很气，他都不直讲。可是因为我不想让男生觉得哇这个好黏，刚在一起就一直来嘛，所以我想让他就一直来。对。然后呢，他还很可爱，他还拍了他在吃的东西给我哦，在居酒屋有肉串有什么的，看了更饿。我就说哇好好哦，可是。我看了一下，我这尾牙这附近好像没什么吃的，应该很明显了吧？这时候应该下句不是应该就要回那？那你赶快回家吃泡面吧。他真的，我真的很希望他打说，那你要不要来？我一直在等这句话啊。结果过没多久，饿得要死，真的饿到已经低血糖，然后好晕，主持一整天尾牙。主动问嘛，我可以过去吃吗？你们可以多我1双筷子吗？就讲呗。我都说我离你很近嘞，我还打这句话哦。我大概等了10几分钟，想说他终于要回了，你就看他要回讯息了。输入中，他就回说，那你去便利店买个吃的吧。气死我了！你今天是不是感冒？对，发怒的时候很没有气势。不好意思，帮我需要加喝点热汤吗？他想要大吼，但吼不出来。你平常吆喝惯了，你自己注意一下。好，然后他就讲了说，那你去便利店买一下吃的吧。然后接着他就开始跟朋友玩得好开心，那边喝啤酒一整个晚上。哎，真的没有要我去，哎，这很明显吧？我认为这很明显是个不适合的人。对，这么容易了解。或者他就真的不想让你去当然了，那边。对，好，来，对不起，分开了没有？分手了没有？分了。You see？但是我那时候那件事情呢，过一阵子，我有跟他提到这件事，我说为什么你那一天没有听出来？我真的其实想说你要不要约我去？他说不是啊，我就在跟兄弟玩得很开心啊。我想说，那你就他就是真的没想约你那，真的，他是听得懂，不是他就玩得不开心了，所以他不是听不懂。我有一个宝贝，我都想跟我的好朋友分享。对，不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男生的聚会，大家没带伴，然后你突然间你的伴来了，我们全部人会不知道要干嘛尴尬。就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这时候还不如明说，对啊，我能过去吃吗？可是我们今天都兄弟聚会啊。哇！我帮你叫个外送回家吃。所以唯一的解套就是他说你先在家里等我一下，我等下打包回去给你或者怎么样，之类的，只能这样解而已，就没有解法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小优一过去来，我们听到他的很多段关系都是不平等的，就是都是你一直在付出，然后人家都在拿你的吃你的，而且你喜欢，蛮令人担心，而且你喜欢拐弯抹角，不要哭了。哎，拐弯抹角半天，然后再怪人家不了解你，这很讨厌啊。
这样你永远得不到你们想要的。刚刚不是说叫我不要捡到枪吗？你们又捡到枪了。我现在是真心的想，希望你幸福，你不要再找这种不平等的了。对啊，努力，我在努力。你那个捡到枪，我就想台大炮了。冷静的，真的，我们是希望你幸福的。对啊，对啊，看你想吃什么，没想到这句话的这陷阱这么大。来第3条，第3条，不用买礼物，心意到就好了。哎，这个对不连我都有了。男生最怕这个，好恐怖。就不知道他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。你要多贵你就贴给我嘛。会讲这种话，我跟你讲，都是要很，我给不起啊。万丈高楼平地起。林姐受过很大的伤。有情绪了。对。哎，我觉得礼物这送礼物学问大了。我讲真的，我们国中的时候，男孩子送一个心意的礼物，我们送一个有合照的马克杯，漂亮。女孩子就会觉得很开心了。现在敢送这种东西，心意一样在哦，你送几个他摔几个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哎，现在还不好弄。你敢送1箱，他摔1箱给你看。不是马克杯，是马杯。是马的，这有没有心意？有心意嘛，有回忆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真的有时候都想，是我真的不够明显的感觉，我觉得我都有发射出来啊。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大玉不要对。怎么今天到你的时候画风都变得很奇怪？对，因为我就常常，其实我今天是来就诊的，因为我就觉得我都觉得我明明很外显，为什么大家都看不懂呢？就那时候你很外显，就是我的表现啊，你的个性很外显，你的心意没有外显。真的吗？你的个性是外显而已。嘴巴说被当真，惊喜礼物变惊吓。我是会过生日跟周年啦，他在问我你有想要礼物吗？我说啊不用，心意到就好了。当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包装好送给我，觉得收到有照片的马克杯会比较好一点。你的心意没有外显，真的吗你？的个性是外显而已。是哦，你都在你的脑都在里你面想。其实蛮迂回的。因为我都觉得他们在装哎。对，很迂回，真的很迂回。对，因为像我有一次遇到那个男朋友，然后那时候我们要过3个月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过纪念日的女生。超烦的，3个月也要过。哎，我觉得我很合理啊，过1、3跟半年呐，还 OK 吧？过1个月、 1个月、3个月、半年，太频繁了一点。满1个月我还能接受，满1年也还可以接受，3个月跟半年是什么鬼？对，又不是试用期。对啊。一定电视机前面一定有人跟我一样。 10个里面只有1个，你也认为那是有。好，我们要来继续。我双鱼座嘛，我就喜欢仪式感。好，仪式感怎么样？好，然后那时候就跟当时的男朋友3个月，我就说，哎，那 baby 我们就是要不要庆祝一下？哎，他也觉得 OK， 所以我还自己去订了一个铁板烧餐厅，就是气氛灯光美这样子。然后那天我就说，好啦，那个没关系啊，你有心意到就好了啦，就是我有微提示，我觉得应该3个月应该知道吧。然后呢，结果后来呢，我就到了现场。然后呢，我就因为我带一个袋子，就是送给他的小礼物。因为其实1个月的时候，我也有准备礼物。我觉得他应该要理解我们的那个破关密码。1个月没有送，对不对？1个月他没有，但我想说没关系，试用期嘛。那3个月试用期满了，他应该要懂了。然后结果呢，我就带了我的礼物，然后到现场，他真的给我2手空空来，因为我说没礼物心意很重要嘛。然后呢，他就2手空空来。你知道当天就从前菜开始吃，我就已经有点糟糕，就期待落空了。但我还是有这样笑脸。然后吃到甜点了，我就跟他说，好啦，那今天那个3个月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我已经要准备礼物好了，这样子。还有看到我的小礼物在那边哦。他说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那个领个钱这样子。结果呢，他就去外面以后，然后回来，我们要准备吃甜点嘛。然后呢，他就有一个纸袋这样子。我想说，哎呀，他去买礼物了，他知道我有点失望了，因为呢我准备东西他没有嘛，然后他就准备了一个小礼物这样子，我就想说，可以了，他懂事了，3个月终于成长了，我就先拿出我的礼物，我送他一件衣服这样子，然后是他之前就是说有看到哪一款他喜欢的，我还投其所好买他喜欢那件衣服，很有心吧，然后就给他，然后说，哦，好了，那个 baby 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就是想说心意重要嘛，那你刚刚又说不用礼物，但我刚刚还是去准备了一个礼物，这个送你。我说会是什么呢？一打开，他去便利店给我买一本书，
而且那本书叫做《被讨厌的勇气》，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收到一本书，然后3个月的纪念礼物是被讨厌的勇气。可是那时候就是卖的很好对啊，那本是书经典呢，而且他应该不是在意，不是要告诉你那本书的意义，只是纯粹买一本那时候很夯的书送。对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哦？他从去吃饭，两个人一碰到面，他其实就已经有预设，对，他就会用预设立场的感受去吃今天这一餐。对，然后我付出这个，你是不是也要付出点什么啊？这种有没有？可是嘴上又说不用。对，所以你这个其实不妥。所以以后真的就是老实讲，对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交换礼物。 3个月我已经买好你的礼物了，哦，这样讲的挺好，这样讲的挺好。我已经买好你的礼物了，然后在那之前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他有对象，你没对因为象嘛？我帮小优讲一下话，因为小优其实他最起码他是会去付出的，对他不是那种说1个月、3个月，然后都要男生去。对啊那这种更糟糕了。对他还是自己会去我是会付出的对，这是我觉得男生比较会去接受的，因为有些男生最怕就是都一直说，哎，我们1个月了，我们礼物在哪？一直要跟你要这个要这个，那是最恐怖。所以我猜他交的那一任应该是年纪也比较小的吧？哦，比我小2岁。对啊，不是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，对吧？这一类似的话我讲过。有些姐姐就喜欢找弟弟，她要了一个年轻活力，事实上她也只有年轻活力。弟弟就是要你照顾他了，对没有人情世故。我跟你讲过很多次，我也在教他呀。你慢慢教好不好？我觉得你可以开个私塾嘛。我跟你讲，你把他教会了，他就是别人的了。怪不得你还要分1个月、3个月，看有没有满月嘞。你是当时第一个女朋友，你真的是做的很好，我教完了，他就娶别人，对不对？被你调教的很好啊。倒数第2个女朋友，恭喜！我心好累哦。艾小雅来，我之前有一任男友，就我那时候住北京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是属于那种白 case 的演艺工作，然后所以有时候拍什么模特儿照啊，有时候接那种可能大特临时演员这种戏，就是努力想要在那时候在那个北京闯出一片天，希望能够有代表作，对，希望有代表作。然后呢，当时我们就是在住一起的时候，一起租了一个房子，但那时候大部分房租都是我付，可是我那时候还有一些工作，而且我有带一些老本去，所以我就会比较支付我们当时的开销这样。但我也觉得都还好。可是呢，有一段时间他真的大概有持续半年都没有工作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因为我也不想要伤他自尊心，就是大家都在打拼的阶段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你要不要？我觉得当一个好的演员，有时候人生历练也很重要。不然我们也都去找个打工的工作，就是那个我们没有上班的时候可以去没有戏拍兼蛮好的这想法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而且我的说法还有包装一下，我说就是体验人生嘛这样子。然后他就说，我就人生经历够了，不用体验。然后我就这样看，哪来的自信？然后我都说我陪你了，然后你还是不要。可是那时候房租也都我付，我还是开不了那个口，因为我觉得自尊心这个是，如果我说重话了，我们的关系也回不去。因为他也是个善良的人，就我不想刺伤他的自尊心，所以我一直在忍。然后好巧不巧，那个段时间刚好我生日快到了，我是会过生日跟周年啦。但他生日我也是一定要有送他礼物，可是我知道他经济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不要要求他或是怎么样。我觉得可能吃顿饭2个人吃个1000块台币，我觉得就 OK 了。但他在问我的时候，他也有问我，你有想要礼物吗？我说不用，心意到就好了。但是其实我觉得仪式感还是要有一点点的，但你就准备，比如说买个小蛋糕、吃个饭这种就好了嘛，就是这样。我的心意到是指这样。结果呢，我当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包装好的纸盒，然后有包装纸哦，包很漂亮哦，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说，他该不会真的花钱买礼物吧？我其实有一点点觉得感动，然后或者是你想办法，可是我也不希望他是借钱买礼物这种，这一定不好。而且我心里就有点忐忑，我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这样。然后我又说谢谢宝贝，然后他说你赶快猜啊！我说好，我猜。我拆开那个盒子，我看到一个我买了很久，但是我还没有用过的包包。他帮我把我那个一直舍不得用的包装好送给我。这是你的包，什么意思？我买的放在家里，他知道我一直没有用，是新的，所以他把它包装好送给我。这算幽默感吗？这不是呢，这比被讨厌的勇气还过分呢。对啊，所以你那个还好吧？对啊。女生说话好难接，张立东一秒解套。带出去跟朋友们一起出游，
那就很恐怖。有一次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，路上就是好热哦，还要走多久？到房间的时候，他就说我是不是有点太公主病？他提醒我了，我就说就是公主病嘛，爆炸。哦，我公主病，我没回台北。哇，好难看哦，这样。我就推开房门说，我。这比被讨厌的勇气还过分呢。对啊，所以你那个还好吧？对啊，那起码是新的。对啊，对他自己去买的。然后我就这样傻眼，我跟他对看，他说心意到了吧？他觉得他是幽默的，他当下应该觉得他自己是幽默的。我也觉得是幽默感，他想表现幽默感。所以他上的是那个包装纸，就对。然后我觉得好浪费那包装纸的钱哦，你不如叫餐外卖给我吃，我都觉得比较好。买一个小蛋糕，100块都 OK。包装搞不好不便宜。对，那包装纸可能要个400-500块吧，我猜。不便宜。哦。所以那一整天也没有蛋糕，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大概一个。他觉得我送你一个新包，对，一个是重新包装。说文解字，说文解字，对，还有一个解释。你是不是有做过这种事？没有，他如果他觉得他很幽默，他要讲出一个所以然。可是我蛮难过的。没有让人家 get 到，他就会很尴尬。所以当下应该是真的火起来了吧？我没有生气，但我有难过。包装。这个真的是我没有生气，但我有难过。惊喜是惊吓，不觉得幽默哈？不觉得我们共体时间这样委屈一餐，这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收到有照片的马克杯会比较好一点？我想讲有个解法，心意其实如果今天她的收入是有限的话，我觉得女孩子心意最能够体现的就是花，而送个花 OK。花如果今天你跟你家附近的花店老板如果不错，那其实他的花是偶尔会有瑕疵的花的。假设说这一束玫瑰本来是5000块好了，如果都是瑕疵玫瑰，一束可能1500到2000的就有了。对，这种。可是它每一朵你单独拔起来一定有瑕疵，可是当它是一束的时候，你不会去认真看每一朵。而当他发现那个花是有瑕疵的时候，你就说因为没办法，这个花是我跟花店老板一朵一朵这样要来的，因为我真的没有钱。66朵，好啦，这个女生会感动。66朵，多吧，多漂亮。可以。或者你们去印我们过往的一些合照，然后把它做成小本本就独一无二的，然后写一些字，一些回忆。我觉得女生也喜欢。只能撑个1年啦。小本本，你能大概什么能撑3年？你跟我讲。你可以告诉我一下。没有啦，一开始我觉得男生就是这样，慢慢送，你不要一次进阶太快。这个算太快了吗？对，就是你胃口养大了就1年跟1年，你只能比 better。因为他会觉得说，万一明年跟今年比落差太大，万一你自己把自己叠太高，你就会很累。女孩子是会比较的，如果她今年收的没有去年好的话。可是我反而觉得在一起久了，女生才不会要这么多。对啊，不要，我喜欢，因为你们眼光真的不好，其实不用太给我。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会，我们眼光不好，那我们看上你这样。他说有道理吧？你就是看人的眼光好而已啊！丢，得分，张立东，漂亮。你吃芥末，你好呛哦。绿色的，绿色的。他今天讲，你不要这样讲，你可以，你会这样回？不会啦，我们沟通嘛。你找死是不是？我觉得今天很有收获哎，今天。真的。我觉得我不够好。请问谁不知道？完美呈现你们这个白目男人。我曾经交往过一位公举。对，因为我的个性，我是从来没办法接受女生公主病的。女生一旦那个公主病起来，我很想问她，你要左脸还是右脸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一开始交往你不知道。对啊，我就是喜欢她，讲白了，就是男生难免会遇到一个你就是喜欢他的，就心动，哪怕他怎么使性子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么喜欢他，他才越来越使性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那有可能。平常相处就算了，我一个人能忍耐嘛。但是今天如果带出去跟朋友们一起出游，那就很恐怖。有一次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，一群朋友，沿路上就是好热哦，还要走多久？可不可以喝点东西？我不想吃这个。好不容易到了民宿，那我们是有一个，我们那个是一整栋的嘛，包栋，我们底下就有一个大的客厅，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嘛。
到房间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今天好累哦，这样子，我今天这样会不会很麻烦大家？我是不是就是有点太公主病了？这样子。”终于讲出这3个字。这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回应呢？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想到有哪3个字可以形容他的一切行为。原来就是公主病啊！他提醒我了，我就说啊，就是公主病嘛。对啊，我说对，你就是公主病，你知道你是公主病了吗？你用这个态度吗？没有那么激动，没那么兴奋，没那么兴奋。我就是那时候我在准备要脱衣服要洗澡，我说对啊，你是公主病啊，你有一点点公主病，我还马上收回来说你有一点点公主病。他爆炸。我公主病怎样的？你们今天这个行程弄得多烂，什么的。我跟我前面男朋友交往的时候都不会怎么样，就开始噼里啪啦。拿这个比较就错了。对，他也傻了，他这个人爆炸了，就爆炸，就开始疯狂讲他之前男朋友对他多好啊，然后他们出去玩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什么。可是我觉得说今天我们一群人，男生会很在意这种，即便行程也许不如你所想，可是我们大家都是在照顾着你。对，他踩到地雷了。对。我想小年纪男生很可怕，小年纪女生也很可怕，年纪小女生也很可怕，真的也很可怕。年纪小。然后大家说，出来啦，大家出来玩啊，喝酒啊，这样子。敲门哦，我在里面就这样跟他对看，我说不要生气，大家等下还要聚，我们等下出去。对啊。才刚不要啊，到，你去啊。才刚到呢，我不要啊，我明天回家，我明天回台北。哇，好难看哦，这样。我就推开房门说：“女生只有女生懂，却让陈哥心嘎嘎。要演讲的大概2天前，然后就跟我老公说：“老公，我觉得我真的不够好。”我老公这样悠悠看着我，不行啦！我们跟闺蜜讲这一段话的时候，闺蜜一定会说：“是说你是我心中最棒的人。”你看，不要动，他可以知道。你看，这样的是不是个邪教？我明天回台北。哇，好难看哦，这样。我就推开房门说：“我单身了。”不要在那边装假组我在节目上表现帅气。好，你明天回去啊？哎呀，不要这样，现在就可以回去。我现在卖轿车。你敢讲吗？你敢吗？我是推开说：“他身体有点不舒服。”可是你们玩，可是我确实啊，我假组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也是这样，就是说，你也这样讲，我说他不太舒服，一定要这样，没办法嘛。而且确实应该都知道，那一趟旅程回去之后我们就结束了。来讲个我觉得我正常一点的，就是呢，我觉得我不够好的时候，你讲过这句话对不对？是我在低潮的时候我才会讲这句话。就前一阵子呢，因为我刚好接了一场演讲，然后大概100-200人的场，然后那个是要讲创业的。然后呢，同时跟我一起演讲的都是很成熟的创业家，就是有上市上柜的老板来演讲。听小妹妹聊天，所以我很紧张，所以我大概1个多月前就开始准备自己做那个 PPT 呀，然后就是很认真的想要把这场演讲好。然后呢，直到要演讲的大概2天前，我觉得我有一些段落我真的弄不好，然后我也觉得我吃不下来，就很想哭嘛，就是觉得压力很大，因为毕竟第一场我真的很想要做好，然后就跟我老公说：“老公，我觉得我真的不够好，我觉得我后天我不要去好了，就这样子我真的做不到，怎么办？”然后我老公这样悠悠看着我：“你真的不要去哦？”我说：“对，我觉得我办不到，我不能去。”然后我真的不会去，我讲不好，我很烂，我就烂。然后我就那天是有喝酒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就这样在演一出，还是有哈。对啊，我期许的一定是宝贝，你真的没有，你准备了这么久，我们要听到那么多，你就以你擅长的做就可以了嘛。然后我想我会这样子嘛，我老公也算聪明人啊。应该会这样跟我讲吧？他是解语花哎，对，他是解语花。这时候他转身走出房门了，他就没有进来，整夜都没有进来，大概到5点多才进来，然后进来凌晨5点，凌晨5点多才进来，然后消失太久了，然后我就睡着了嘛，我想说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吵架，但是我就也不吵他，因为我在情绪里面，我就继续想我的脚本，然后因为我不可能不去，这种事怎么可能临阵脱逃？我就只是在讲2句丢一下嘛。所以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呢，他已经睡到我旁边了，然后我一打开 Facebook 就看到
他发了一篇长文，就是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双肩扛下，一定会去面对挑战，不会落荒而逃，这才是人生的使命，就是应该这么做。然后再转发一则那种不畏惧挑战的人的那种心灵鸡汤文，心灵鸡汤。对，发了一长篇。然后我看到那个之后，我就这样看他，他是打给你看的吗？对啊，他打给我看的。然后我就把他摇醒，我说：“老公，你昨天很晚睡哈？”我就看那个文章，他说：“对啊，你看到了哈。”我说：“所以在讲给我听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。”没有，他也不敢跟我，因为如果他告诉我说，我就讲给你听的，我们就会吵架，我就忍住那。有什么好吵架？我听起来我觉得很感动哎。可是我们只是想要秀秀啊，不应该绕一圈讲，直接鼓励他就好了。对啊，没有他们在情绪上没办法听啊。我觉得这个动作蛮好的。真的吗？不行哎，不行啦！我觉得这是拐个弯跟我说教哎，你会这样做？我会这样做，你会这样做，因为他是在情绪上，我没办法现在跟他。我们没有要听你说教，我有可能会落跑吗？我是一个36岁的成人，我有可能接着一场100人演讲，我不去吗？对啊，不可能啊！那可能你演得太好了吧？不是啊，我就是要你说老婆你是最棒的。我们跟闺蜜讲这一段话的时候，闺蜜一定会说，是说你明天你一定会表现好，你是我心中最棒的人。你看，不要动，他可以知道。你看，这样子是不是个邪教？没有，我们要的就是这会康复样。的，会的，不用看医生，他会好的。好的。我们要的就是这样，女生就这么是要鼓励。我觉得如果我会希望我老公在这种状况跟我讲说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焦虑，对，那我可能帮不到你什么。如果我可以帮你什么的话，我会做。但如果不行的话，我陪在你旁边，就是就够了。明天一路我都会陪在你旁边。你只要焦虑的时候，你就看着我就好了。那我这样我就会心就定了，只要这样做就好。这个好，把这句话copy下来。哇，这女生们呢暗示啊或说反话啦，对男生来说就像猜灯谜一样。那如何能把这个差异能够降到最低？专家建议，女生其实真的应该更适时的直接表达需求，男生呢则应该细心的留意语气跟情境的差别，加油，主动询问，加油，比较能够避免误解，做一个真的在懂对方的那个，因为你把我当一回事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这句话很有用，不止放在友情，放在夫妻之间也是不错的。OK， 送给大家，祝大家 See you， 拜拜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